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是开车在我们贵州的大山里，在这个地方啊，发现对面那个山梁上好像有一户人家居住。这个下方的一大片的平地呢，也都是荒废的，挺可惜的。我们用无人机飞过去探秘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人住在上面啊。现在还在下这个小毛毛雨啊，在这个山里面云雾缭绕的。哇，这个地方真的是像桃源仙境一般哈，非常的漂亮。一户人家住在这个山上，然后我们注意看一下，周边有好多的这个土地。那么这些土地呢，以前都好像是荒的，感觉这一户人家是已经搬出去好多年了，然后又返回到这个地方开荒种地的这种感觉哈。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户人家呢，他还通了毛的公路，从这个山的背面挖过来的，咱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接过来的，反正是挖的老长了。我们无人机飞近看一下啊，有一些土地呢都耕种好了，有一些呢还是荒地，感觉今年他们这一户人家是要大干的，是要大量的种庄稼，对吧？有可能是搬出去太久，这个电线什么的都毁坏了。那么你看他们现在用的是太阳能啊，院坝呢放有2个太阳能板，估计呢照明都是用太阳能。我们把无人机飞近看一下，哎，怎么感觉从房间里走出来是2个年轻人啊？难道是隐居在这个大山里的吗？哦，不是，又出来了一些人，好像是一大户人家，又或者说有人来帮他们种地什么的。反正这个地方呢，看到就是一个房子。看到这个房上还在冒烟啊，应该是正在家里煮饭来吃。你们可以看一下，一户人家居住在这个山上，然后周边有这么多的大山是可以利用的。那它这个地方呢，毛公路也可以通过来。虽然说雨天可能车子过不了，但是天晴的时候的话是可以开车的。我觉得还不错啊。现在很多人都慢慢的回归到大山里面来。我感觉这户人家他们回来是要在这个地方大量的开荒种地的这种感觉，把以前的荒地全部把它弄出来。特别是这个山下这么一大片农田，我感觉有几十亩地啊。这个要是种上水稻的话，其实也可以卖不少钱。你们还别说啊，这个地方我还挺喜欢的，特别是雨后这种云雾缭绕的这种天气啊，看起来非常的舒服啊，仙气飘飘的感觉。虽然说交通不太方便一点，但是住在这个山里面难得的清静嘛。如果说特别喜欢那种清静的人呢，比较适合住在这样的地方。最起码在天晴朗的时候呢，这个毛公路是可以开车过来的。朋友们，假如说给你们这么一片地方，但是不通电，照明只能用太阳能，有可能信号都没有啊。这个出山的话要步行，你们愿不愿意在这儿来居住呢？大家好，我一路狂飙过来，已经走到山顶了。大家看一下，我自己家是住在那个山那边，然后我从山那里走过来，从那里走下沟底，下面是一条河，然后又这里爬上来。我用时到现在用时2个小时接近了，纯走路过来的，就是想过来看一看这里这几户人家还有没有人在家里面因为我之前用无人机飞过来看过这里有几家人，专门过来看一看，看是有人在家的。因为我看到这个位置，它的地理位置相当不错啊。看一下这里，它这个房子是连在一起的，几家人住在一块儿了。这里也有一家人。狗在这里，人呢？没有人在家吗？
两家人的房子，然后这个斜角对接的，这位置蛮不错的，河像是一个好地方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后面就是一个小山头，然后正好这里一块平地，好像没人在家了。这狗都在这里咬了，也没人出来，咱也不逗留了。整个你们看一下，这里还搞了一个吊脚楼。这里还放有一点水泥砖在这里，这个什么意思呢？这里是不是有可能想在这里造房子的？看一下这上面这几户啊，差不多就是住在山顶下面一点点啊。住得很高了，就是看对面的山的话，就基本上都是平视过去的。我在下面问一个老人家，我了解过了，他们这上基本上都搬迁了，就是一户住在这里。毛的公路呢也都挖上来了，从山脚下挖上来的，但这种路就是现在都没有硬化，也不知道它有没有机会进行硬化。住在这种地方就很亲近。反正我一直觉得就是像这个咱们农村里面这种比较偏的地方，比如说有好多户一起住在这里的，我就觉得这种就应该多搬迁一些出去。然后呢，一个小组呢有个1户2户，在这个地方呢，他就可以为所欲为。然后呢，这样呢就好发展。出去的呢，你也可以去打工挣钱。然后留在这里的呢，你也可以靠就是当地的这种资源来进行赚钱，因为现在这个村通路、组通路呢，这个基本上都能做到。那么你就可以依靠当地的这个土地资源呐、山林资源呐，然后呢来进行发展养殖啊，或者说种植啊等等之类的。那么靠山吃山嘛，比如说一个组好多都搬迁了，那么留个1、2户在这里，那么它的土地资源就可能几百亩。山林资源可能就更多，那这样子呢，他想去规划什么，想去发展什么呢，也更好发展，这样呢也更能够发展起来。如果一个村里面全部人都留在这里，也不行，全部都搬出去了，这个地方也变荒凉了，也不好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些建议啊。比如像这种大山里面，好多人都搬了。都留下1、2户，你愿意做那个留在这里的人呢，还是愿意做那个搬迁的人呢？啊，欢迎大家参与评论交流啊！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我依然在四川的悬崖村上。那我们现在相当于置身在这个悬崖村的原始森林当中，在这里进山进去呢，听刚刚的阿姨跟我们讲呢。有2个老人家还居住在这里面，我们进去探访他一下，然后最重要的呢是让他带我们进入这个深山的原始森林里面去看那几棵巨大的树。据说有的树要这个7、8个人、10个人才能围得起来，而且这种树不止1棵，挺多的。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神秘了哈！这个悬崖上的村庄呢，其实以前有10多户，那么现在呢只有4、5户人家居住在这里了。那么一直往这里进山去非常远，那么就是这个原始森林。我们继续从这条路往前走呢，就应该能够看到2个老人家居住的地方哈。这里有1户人家，我估摸可能是那个老人家居住的地方。这里搭了一个棚子，应该是临时的一个住所啊。
这边是以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宅基地，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大的一个宅基地。然后可能是这些人都搬迁了啊，搬迁了之后呢，但是老人家呢，他又愿意住在这样的高山上啊，空气好，所以呢就回来搭了一个棚在这里，偶尔上来居住一下。这可以看得出来，以前是房子，但是已经拆掉了，就是搬迁掉了哈。这里也堆了好多的杂物，然后这个地方呢是他们弄了一个厕所，没有看到有人。那么我们继续往这个山里面挺进，看看路上能不能碰到那个老人家哈。这边上都是风筒，那这些呢都是肯定是居住在这里的老人种植的一些粮食啊。这边这个莲花柏种的还挺好，然后养了这么多的蜜蜂。这个土豆也快能吃了，它这个土豆好像不太一样哦，跟别的土豆苗，就感觉像是乌养育啊。看一下这里一大片的竹林，这里面我都不用说了，就是2个字：漂亮。继续从这里往前走，石头啊、小溪啊，水都是有点带红红的，石头都是那种丹霞地貌的这个石头。那我们走到这里，是否有感觉到这个热带雨林的感觉呢？大家看看，我感觉这个路越走呢，越没有这个痕迹。如果一旦找不到这种感觉呢，我们就不能再继续向前走了，因为这个确实单独的进入这里面是有危险性的啊。这里面没有人走的痕迹了，我不敢再往里面走了。我走到这个位置之后呢，在这个路上明显感觉到没有人走过的这种痕迹了。那因为那个阿姨跟我们讲呢，进去是很远的，所以没有人带路呢，肯定是找不到的。他应该要绕过很多的大森林才能找到那个巨大的树木。那我们还是要返回去，然后找到这2个老人家之后呢，我们才可以继续前行。因为独自的进入原始森林是怕你走迷路的啊，因为我们又没有带什么装备，所以还是不能随便进去啊。老乡，你走哪去了哇？哦，我说说你在住那边哈？我说说进来我没看到你。他们说你晓得啊，几棵大树在哪儿了哇？哎呦，几棵大树真的我晓得吗？热得很啊，真的是那些落雨风的很，去不到。去不到。大梁子上很难的。要走好远哇？真的慌的很啊，就是要走1个多小时。哦，这个嘛就在我这吧，枫香啊。枫香。哦。大多不？多得很，这个月头没有看过原始森林的。没有看过的原始森林。哦，原始森林。整个黄金乡的话，就是最脱的，我记得我自己没有看过。从来没有看过。从来没有看过。尽是大树树。尽是大树，看起来很好。这种木头有苗条。有几多车？哦，对，也就长了形子了。就你也干来这里哈？哦，就是你到那个棚棚儿你就住那儿了？哦，我就那里。哦，你们家的现在也搬迁了的哈？我没有，我房子上烧了。哦，烧了，然后他们然后没有给你整房子啊？没有整啊，还不能住了的。哦，我住上也没得个看法，我学不成嘛样子，我在台湾打死了人，那个。哦。现在你别来搞机会，你这是哪里的？我们正义的。正义的啊。嗯。哦。谁都正义啊。谁。哦。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哈。我这个是。你一个人啊？我们2个人。哦。因为我们自己又不敢进去，没带东西。路途不顺就麻烦。我黄金乡住那旁边的话，就走这几百亩路这边。几百亩。哦。然后从烈士以来就没有看过。我没有看过，也是真的。漂亮。你这个房子在哪地儿被烧了啊？我烧了2-3年。烧了2-3年的啊？哦。那你烧房子的时候都还好没有把山热起哈？没有。
8月间哈，这把3日以前恼火了。你在也干儿吗？哎，我好几万我儿啊，在外面哈，他们买起房子的噻。哦，买的有房子。哦，他因为你娃儿在外面买的房子，他政府他也没得必要弄啊，早给你整的。如果你没得房，实在的外面的买房子，他肯定要及时的给你整。啊，他因为你娃儿买的有房子，他就。现在老百姓的日子还好过，政府他要帮你。实在没得办法，他是肯定要帮你的。嗯。等现在你又住那个棚棚里面哈。现在住起还。来过哈。我之前来过一次。哦。来过一次啊，但是就走起底啊，没到你这儿。啊？这个茶，你吃海湾这个茶，就是我当地茶叶不一般。有味道比较浓郁。你一个人来哦？我们2个，底下还有个小伙伴。哪位哪里？他来底啊？他们都要下去背东西的，好像。都要下这儿背东西了，你也要下去了哈。我们也一路下去。你煮饭都在这里面煮来吃啊？你自然里面都整的那些灶头啊？哦，这样子的。你是里面煮，但是这个你烧进去不得了，你这里面几多大的烟味儿啦？烟味不管事，我们这农村中不管事。哦，你等于每天都在叶子都在住在这里面啊？那个还有个黑白电视。有个黑白电视。这个老人家在这个里边换衣服，然后他们这儿呢，因为有一户人家好像有老人过世了，然后他们现在呢都要去悬崖下边帮他们背东西，背这个吃的东西上来啊。他没有办法带我们到这个深山老林里面去看树木，要去，因为这个当地有事情嘛，都需要帮忙。但是我们不去看也没关系，我们现在呢跟着这个老人家一起去看他们是从下面如何背东西上来啊。背都要背啊？他们有背篼是吧？这里下面就是盆子。今天可坏得很了，今早看不到哈。今天可太坏了哦。昨天今早才下雨呀。起码要走2个小时钟来了啊，可能大事。走那个老林的话。你也行好的，你要行好才能行。可以。我们下会儿又来，不要紧。我有看到杆上的几天就了，这里是贵州思宾县的云台山。2014年，云台山成为了贵州省第3个世界自然遗产，所以这里又有小张家界之称。不过今天不跟大家讲云台山的整个布局带你们到山里面去看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观。走在这个山里空气真的是非常好。这个地方以前应该是弄的一个景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荒废的也有可能是景点太单一，是吧？人们不太愿意下来，是不是这个原因？马上我们就看到这个神奇的石头人了，哇！看到没有？就是矗立在这个山梁之上，非常的神奇。咱们来好好的看一下，它是不是真的像一个石头人，而且它还是一个双面石头人。我为什么说它是双面石头人？大家从中间分开来看，左侧像一个人的脸，而右侧好像是一个魔鬼，或者说像一个会魔法的人。右侧看去的话，就是那种
特别神秘、凶神恶煞的这种感觉。左侧就是一个人的形象，我们从中间分开来看，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它就像我们人的两面，对吧？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魔鬼，在这个石头人上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啊。我现在呢走到石头人的跟前，大家来对比一下，这个石头人的整个高度呢有10多米啊，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壮观。这个石头人呢，它是矗立在这个山梁之上，它是如何形成的呢？你看地面上都是平的，只有这里冒出来这一个10多米高的石头人。大自然的这种鬼斧神工的创造力啊，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难去理解啊。我在这里周围左右看了一下，我感觉我找到了这个石头人为什么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魔鬼的这种形象。你们想不想知道？来，我们下来看一下它这个地方的山形。我们顺着这个石头人左边眼睛望去的地方，在对面的山梁上，大家有没有看到前面这2个巨大的岩石中间有一个竖起的，也是石头人？这个石头人和我眼前这个石头人，他们是隔沟相望的。而且我这边的这个石头人有没有感觉是男性的人脸，而对面的石头人是一个女性角色的形态，她还戴了帽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女孩，是不是非常的形象，朋友们？我们看到我这一侧的石头人呢，他是孤身一人，孤孤单单。那么对面的石头人呢，他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啊，他的两边呢可能是他的父母或者祖辈，中间呢是他站在那里。那么他们中间呢有一条跨不过去的鸿沟，所以注定他们2个石人之间只能隔沟相望，却不能相聚。这是一个非常凄凉的故事，就像平民和仙女的这种感觉，只能在这里相望，却不能相聚。他们2个石头人或许在数万年、数亿年前是相爱的2个人，站在这个地方啊，整天只能以泪洗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头人左边的这个眼角都有一些泪水的痕迹，实在是伤心过度，内心也是非常的挣扎。那么就在这个地方屹立了不知道多久之后，就化为了石头人，内心抱有很强烈的希望，但是呢又有自暴自弃的心理。当他化为石头人之后，我们从这个石头人的头像上也能看得出来，当时他的内心非常的挣扎，又想去做一个追求梦想、勇敢向前的人，又有自暴自弃、以难为难的这种心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石头人呢，他一面是人像，一面呢是魔鬼的形象。时间的流逝并没有腐蚀掉他做人的一面，这何尝又不像我们的人生呢？有很多事情明知道不可为而为之，最终伤害的也是自己。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以上故事呢只是我走到这儿有感而发并不是他们原来就是这样。大家好，现在我在云贵川3省的交界处，看到我身后这个界碑吗？鸡鸣3省。这边呢有一个牌子，我的右手边呢就是贵州，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是四川的叙永县。过了这个鸡鸣3省大桥，对面呢就是云南的镇雄。这个地方啊，为什么起名鸡鸣3省呢？因为不管是哪个省的鸡叫啊，大家都能听得到。还有一个，我们中国的版图呢，本来就是一只雄鸡，所以说起名鸡鸣3省呢，也是有非常好的寓意的。四川的叙永这边呢，修有一个非常大的停车坝，所以说咱们到这儿来游玩呢，停车是非常方便的。这边呢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农产品交易中心，
如果大家来到这里游玩呢，喜欢当地的一些农产品呢，其实可以带一些回去，对吧？那么这边呢就是鸡鸣山省大桥，这儿就是鸡鸣山省的一个界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牌子上，是吧？这边是贵州，前方是云南，这里呢就是四川。咱们走大桥上去看一下。鸡鸣山省大桥呢，它是建在云南和四川的一个大峡谷内啊。这里建造这座大桥呢，花费了非常多的时间，大概是在1982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提议要建这座桥了，但是一直到2016年才开工，2020年呢才建成这座大桥，前后相当于是花了38年的一个时间。所以建这座大桥呢，也克服了非常多的一些工程难点。对于当地老百姓来说呀，他们盼这座大桥呢，也同样是盼了38年。可以说很多人呢，从小伙儿就开始盼啊，盼到自己都老了，这座大桥才建成。所以非常的难，也非常的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啊。站在这个桥上啊，我们就可以环顾云贵川的美景。那么真的是能够感受到我们中国壮丽河山的那种澎湃气势。可以看到啊，这个中间的公路呢就是通车使用的，两边呢就是步道。因为这个大桥它的功能不只是为了通车，更重要的是链接两地的老百姓。在这个大桥没有通车之前啊，四川这边的村民要到云南这边去走个亲戚呢，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要从这边的悬崖峭壁上走栈道过去，然后再下到崖壁底，再过河呢，再从那边的崖壁爬上去，才能到达那边的村庄。相当于这里可能只要几分钟就能走过来，但是以前的话需要1-2个小时才可以过得了啊。那么以前呢，他们就是走那个崖壁啊，走过去，然后从这边下到河边，然后呢再往这边爬上来，整个路途非常的艰险，而且以前的话还需要肩挑背扛，所以说呢，每一次的通行啊，都是一次历险记，非常的不容易啊。前方很远的地方呢，就是果哈大峡谷，这一条呢就是果哈河。那我们真正的带大家看一下这个鸡鸣山省的一个交界处啊。这里大家看到吗？正儿八经的鸡鸣山省交界处，就是这2条河流相交的地方。有的朋友呢会问，这个四川和云南的倒是有这个桥链接起来了，非常方便。那么到贵州为什么不搭个桥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边的这个海拔呢，跟咱们贵州那边的崖壁上呢，它的落差太大，可能有200来米的一个落差，所以它是没有办法架桥的，所以只能呢从这个路往两边去延伸呢，才能到达贵州的地界哈。上方那里呢，就是我们贵州修建的鸡鸣山省景区啊。站在这个上面呢，看到的景它又是不一样的。我们如果用无人机从前面的镜头打过来呢，相当于这里呢是2个8字牙的形态哈。怀抱的一个形态，就是我们贵州是2个大怀抱，是吧？把这边给抱住，这种感觉哈，非常的有意思。我觉得云贵川3省这3兄弟啊，也是特别有意思啊。他们看到这里有几条很深的峡谷，几条河流，把这里的地界分得清清楚楚，所以他们3兄弟分家呢，也从这里分开。有河流隔着，咱井水不犯河水，这几兄弟关系呢，他也处得好。大家说是不是？没有什么瓜葛，我们以河流隔断了，对不对？河流大家共用，两边的山各自管各自的，有什么瓜葛呢？也不可能扯皮。所以呢，3兄弟的关系呢也非常的好。以后大家分家呀，就要用这样的方式哈。这个地方呢是3省交界，它也是3河交界的地方。我脚下这条河呢叫做果哈河，上游的那条河呢叫做渭河。下游这条河呢叫做赤水河。我查了一下这个赤水河呀，它的起源说是在云南镇雄哪个镇，但是从这个鸡鸣山省的这个标注来看呀，赤水河是由
这条果哈河和渭河两条河组成的赤水河。所以我觉得说赤水河的这个起源是鸡鸣山神呢，可能会更加贴切一点。大家说是不是？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在一座大山上，方圆1-2万亩的这个面积里面，只有这里有一户人家。当然，这已经搬迁了哈，剩下一个破旧的木房在那里。其实呢，我是跟大家寻找一下这些山上有没有可以养殖的地方。我在山下就感觉这里非常适合养殖，但是呢，上山来之后发现已经不能养殖了。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发展了大面积的这个方竹笋，可能很多朋友没有见过方竹笋啊，我给朋友们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呢，这里有一整片的这个沙树林，非常的漂亮。那么他们这个方竹呢，就是种植在这个林子里面的啊，就种在这个沙树里面的。这个呢叫做方竹哈，方竹，可能好多朋友都没有见过啊。它这个竹杆呢是方的啊，就是我们可能这样拍摄呢，它是感觉是圆的，是吧？实际上呢，它这个整个是有棱有角的。那这个竹节呢都是方形的哈。当然呢，种那个方竹的主要原因呢，就是采竹笋了。大家可以看看这些沙树林里面全部都有种子，有这个方竹。那么这里呢，也就是说周围1-2万亩的位置呢都是没有人的。大家看这个地方是不是适合搞一些养生的项目啊？比如说这些树上面可以搭一些这个睡袋啊，搭一些悬空楼啊，都是可以的，对吧？这么多的这个沙树，而且呢也都不小。据说这里面还有挺多的楠木树啊，我还没有看到哪有楠木树，只看到了这个白香和沙树。而且呢，这个地方水源也不缺。你别看在这个山顶上，这个位置有一个天池，看到没有？这里面的水的话，看这个模样是永远都不会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在一个深山峡谷里边，有没有感觉我现在比夏天胖了好多？现在的体重是180斤。今天来这个峡谷里边，准备爬一下山。然后这个峡谷的风光非常漂亮，我是准备爬到这个山顶上去的。今天天气非常不错啊。那么这里有一条毛公路通上来，是吧？然后整个山上现在是雾蒙蒙的。这个地方呢还有一户人家，然后这个毛公路呢就到这个位置啊，然后山上呢都是雾蒙蒙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攀到这个山顶上去。这里有一条小道，这里是有一户房子的，但是这个房子是废弃的啊，很早就没有人住了。其实这个环境真的是超漂亮，看到没有？这边是之前的猪圈，这儿呢是一个房子。应该是从这个小道上山啊。这儿还弄有一个门，
就证明这个山上应该是没什么人啊。然后这里呢，是专门就是放牛羊的。怎么样？大家看到这样的生态环境，是不是特别向往？我等一下到山顶去给你们看一下，但是可能要等到中午啊。今天反正我是打算到山上去。看到没有？这个地方真的是特别漂亮，可以搭帐篷在这儿玩。然后边上这个水沟里是有水的哈，好大的一股水，而且是，如果说是夏季的话，带个帐篷在这个地方搭帐篷待个几天都可以啊。我跟你们讲啊，我给自己定了目标，1个月之内减下来25斤，180减25多少？155哈。1个月之内，从今天开始，早上吃早餐，中午吃饭，晚上不吃了，硬是要把这个体重减下来。因为不减下来真的挺累的，而且对身体也不好，是吧？现在还在山腰上，看看下面。我是从对面那边过来，到这个山脚下爬上来。现在终于到了这个山崖口了。现在终于是见到第一个山崖口。一到山上是豁然开朗。但是我们还要从这里下去，再从对面那个垭口穿过去。山下呢都是比较看得开的，那么到了山上呢就是雾蒙蒙的。现在我所在的位置的海拔呢大概是1400米啊。这些路道呢有一些放牛的，有一些呢是这个就是他们在秋冬季的时候采那个方竹笋走的一些路啊。平时是没有人上来的。我们继续往前走。哇，现在太阳出来了，特别爽。你们看看啊，从这里看过去，看到那个垭口其实挺近的，但是如果说你要走过去的话，没有个20分钟走不过去了。今天忘了带充电宝了，等一下没电了就麻烦了，就怕迷路啊，在这个山里边。这里呢看到一根漆树，跟朋友们介绍一下。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个树上会有一道一道的口子吗？就是把这个，它叫漆树嘛，把这个漆放下来之后，我们农村的一些家具啊，在很久以前我们农村的一些家具都是用这个来上颜色的啊，这个就叫漆树。给你们看一下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哈，是一个锅底形状，整个周围全是这样的山包着的。那么我这个位置呢就是一个锅底。你们看一看啊，这个地方以前是住有人的，这里应该有好几户人啊，特别平坦的一个位置。怎么判断的呢？看门前这一棵古树，还有这些土地。快到了，只是快到这个垭口了哈，那边是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反正我今天的目的就是步行3个小时就回头，从这个垭口走过来的。看到没有，大山里面就是这样的，你翻过一个垭口又是一个垭口，你是永远翻不过去的。我到现在为止已经走了2个多小时，接近3个小时，那么现在还没有看到有人。那我现在呢准备用无人机巡查一下，省得自己迷失了方向，等一下回不去就麻烦了啊。
先用无人机呢看一下有没有可以去的地方啊。带着无人机还是有好处的哈。通过无人机侦查，这边我身后这个岔道那里呢，好像有人在那里搞养殖。我们过去看一下，从下边走路上来都要走2个多小时。我觉得真的，要是真是那户人家在那里搞养殖的话，这简直是搞养殖的天堂啊！哎呦喂！终于看到了这里这一户人家，朋友们看看，这个地方才是真正的世外桃源，有没有？根本就不可能有人会找到这里来。你们想要的隐居环境，是吧？不就是这样的地方吗？如果能把周边这些地啊开垦出来，种植一点什么东西的话，就更好了。它现在只是这个房屋的门前种了一些蔬菜什么的，其他的都没有什么。那主要呢肯定是在这里搞养殖的。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它是可能是养羊的，这边这个呢就是羊圈。看这个样子的数量应该也不会太多吧，可能是100只左右，因为这个圈只有这么一些。人呢应该是住在这边的。这里应该是住人的。这个上面应该也没有房子啊，刚刚我们无人机看的时候没看到有房子。哇，我们偷窥一下，有没有看到里面好多大南瓜？看到没有？那个房间里面有吃的面条，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啊，然后堆了半间屋子的大南瓜。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一户人家是长期一直在这里养羊的，看到吧？它这边都是破烂的圈啊，这一排都是破烂的圈，然后现在的羊是养在那边的。它这个整个地方呢，看去确实是比较乱的哈，没有好好的打理。我觉得如果说整个周边好好的弄一下的话，这个地方简直就是一个世外桃源，没有任何人会打扰到你。因为从外边步行过来要走2个小时多，所以说没有人会到这个地方来的，除了一些喜欢徒步的人会往这里走，其他的不会有人。整个这个山上也是没有人居住的，这一整片几个峡谷都是没有人的。然后你们看一看它这个整个周围的一个环境啊，正好在这个峡槽里边，而且呢这个位置整片都是比较平坦的，水源也是完全充足，那个沟里都有水的。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说精心打造一下，会非常非常的漂亮。我认为夏季会有非常多人愿意到这个地方来露营。如果说这上面稍微的整理一下的话，你看看啊，因为这里的海拔是1300多，接近1400米哈，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像这种地方才是很多人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吧，没有人打扰，特别是喜欢清静的人，他会非常非常的迷恋这样的地方。包括我自己啊，这边呢有路继续往我前方走，我在这里呢是没有看到主人家的，我会继续往前走。下一期视频跟朋友们接着更新，如果待会儿我回程的路上碰到主人家的话，我再跟大家交流一下。大家好，我现在在贵州的大山里，看一下我的身后那片崖壁啊，如画卷一般。那么现在我在的这一片区域呢，没人居住啊。然后这个深山的一个峡谷里，还有一个村庄与世隔绝，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走过去啊。我先无人机飞出来看一看。大家看看啊，这个村庄后山的话，靠的都是悬崖峭壁，前方呢又有一条河流隔断，真的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一个世外桃源。可惜呢，我们从空中看的话，这些房子好像都没有人居住了，目前应该已经是一个无人村庄。但是大家看看这里的整个周围的环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它属于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地带，也没有任何的地质灾害。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后山这些崖壁呢，都是那种很坚硬的这个岩石哈，所以这个位置真的是相当不错。我无人机在空中找了很久啊，没有找到从我站的这个地方到那里的一个路。我感觉我也不想去冒险哈，因为走过去的话，你看看哈，很远的，在那个崖壁下边走过去的话，应该最少要1个小时，而且在这个森林里面的话，其实也不太安全。我们隔远看呢，这个下边好像是一片绿油油的，感觉好像还有种大片的这个玉米。但是当我们无人机靠近一点的时候，发现这些绿油油的应该是一些草类哈，不是这个玉米。我搜寻了一下，没有看到哪一个房子有住人的一个痕迹哈，我估计应该是一个无人村庄了。但是可惜啊，这里的环境真的很漂亮啊。如果说有可能把公路通到这里的话，真的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哈。整个村庄周边的话，基本上是4、5公里内是没有人烟的，只有这里有这么一个村庄，完全可以说是与世隔绝的一个状态哈。那个也不知道他们这个村庄的人以前怎么会想到这个地方来居住啊？因为它的背面全是悬崖峭壁，然后两侧也是高山挡住，前方呢也是高山，而中间还有一条河流进行隔断。选到这个地方呢，应该也是一个防御外敌的一个天险位置。有时候真的不得不佩服这些古人哈，他们特别会选择这种避难所，而且是让别人找不到的地方，厉害厉害。像这么漂亮的地方哈，如果说让你们一个人到这里来隐居，有没有人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在绥阳县大路朝乡文兴村的通大窝这边，在一个山顶上的哈，然后在这里呢，发现有2户人家，而且这个公路呢也是通到这个家门口的哈。这个位置的环境非常好，海拔在1200米，特别适合夏季避暑。上面我们看到还有烟雾，估计有位老人家在家里。那么这个地方呢，我看到的是2户木房子，这一户木房子呢是没有人居住的。像这样的房子呢，是居住在这个森林之中哈，就是周边有几块土地呢是耕种起来的，那基本上整个房子是全部被这个森林围住的，你在外面任何地方你是看不到这个房子的。虽然说公路已经通到了这个他家的门口，但是这些公路是没有进入导航系统的，也就是说你在导航上呢是看不到这个进主的这个公路啊，必须是问路的方式你才能够到达这里哈。通过导航你是找不到这里的，大家要记住这一点哈。你贵姓哪都？免贵姓周，老娘。啊，姓周啊。你贵姓呢？我姓王。姓王哈。你这里就在你干了。就是我家。哦，自家没人的哈。自家是我老大都是。我2个小时过生在外头。生在外头。打工。哦，你2个小都过世了。哎呀，我们无命啊，命可以啊。
然后呢，就古代信用还给到家，这个造好房子嘛，也生产下种点菜吃。哦，都你的家人了，等于这儿。这就我家边的有几家啊，高层的有10家，哦，10多家。修这个路，我们3个人投资2万块钱干，有些一个人投资1万块钱、2万块钱，才把这个路打通。我现在下午按照打工人赚钱打回那个人情，老三打了1年打，这个身上都要打13000斤大米，是赚钱打够些。干起干哇？单去上梁哈？啊，上梁啊！你看孙女这个房子没装修哈，没装。对呀，那边是装修的建的嘛，这个造。他也不找来做，他应该结婚了噻。对呀，没得钱了，那个结婚了，这个他母亲又改嫁了。你看我2个娃，那娃娃都各是钱，都要中国钱，都往我。然后是反正孤单型的。那你老伴呢？我老伴嘛，他在我6岁83岁从英过世，过3年多些了。按年1年我就出3成伤。1年就等于三个过世。3成伤等于1年就出2成伤。我我就在这种手感手。那孙女现在在哪儿了？孙女嘛，那个在广东，哪个我也打不出去电话，哪个我都打不。有几个孙了？两个孙。2个孙。一个孙。哦，2个都在广东。有个没有。你儿子就在龙口市工作，你没到那继续工作呢？哎呀，我这老头老那么种对生产队吃鸡，靠公文吃饭分粮。他说他弄去打无人，就拿个甩。我就是8个人。他说老头老了遭风是做不得好，我说我转家去申请转家。你又在龙口市都不干了，转来嘞？申请了。还要申请来转来了？申请了，我背到转来了，这个生产队他不人家公里弄几个人了嘛？吃5两头闹7升90了，我是9滚18的，你说现在活80岁。是少不进了过半天，台湾经历了好多事哈。共产党员，老党员了，文化大革命参加了嘛，转家了。那时候我在沈阳农校的时候，全个8个区乡8个区，350个团员给我手下工作，13个党员给我手下工作，8大公司员工我都是，转的不行，你应该换我都不行了，老头没人应付了。年纪大了哈。年纪大了嘛，50、60应该做不得啊。那个你也不转的，带去做点公关就不点抽资嘛，他都想这个哪个经济就拿。为了相当于是为了尽孝心，把那么好的工作都整掉了。就到了这个把都老的安置了嘛，慢慢做。我远逢老了又走这步长期，又走长我的命看。大家好，现在我在毕节织金县的大山里，我的身后呢就是几百米高的悬崖峭壁，下方还有一个村子居住在这里。这个地方呢3面环崖，1面江水隔断也就是说他们这下边的这个村子要想出去呢，除了从江面坐船，然后从这个悬崖峭壁爬上来之外呢，没有别的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属于毕节织金县，下边呢就是百里乌江画廊。然后对面呢就是黔西的地盘，也就是说这里呢属于2县交界的一个位置我们从空中来看下边这个村子呢真的就像世外桃源一般我从上边走到这儿呢，差不多都走了10几分钟了。然后现在呢，我要从这里下悬崖峭壁到这个村子里面探访一下，走。就在这个崖壁上的一个小道，它是来回的折返来折返去的，下到崖壁下的。可以看到，以前在交通不便的时候呢，这条道呢也是他们下边这个村子出山的唯一的通道。你看这些路边的这些石头呢，也都是他们一块一块的给它做成这种石梯的形式的。大家看，从我这个位置呢就能够看到这个村子了，看到没有？就在前方这里，村子。我这里下去的垂直距离的话，应该还有300米左右。那我们还要继续的往这边走，然后到崖壁上慢慢的折返下去虽然说他们现在的交通工具的话
经常会坐船，但是看得出来这条路也是经常走的。这个下边真的是绿野仙踪的感觉，特别的美啊！他们当初来做这些石步梯上崖的时候呢，也是费了很大的功夫啊。你看这下边全是装的这种石步梯，这个风景你们就说好不好看吧？终于下来了，朋友们，已经看到他们的房子了，炊烟袅袅。哎呀，还有几百米就到了。我跟你们说，从上面走下来，我都差不多走了1个小时，不容易啊，汗都走出来了。这里就是乌江，这下边是他们的土地，然后马上就到村子里边了。看看这个下边啊，土地肥沃，地势平坦，但是后面呢全部是悬崖峭壁，包括他们用的电呢，也是从这个崖壁上拉下来的。这里呢是集中着一片房子，那你看他们这个房子呢也是用的这个水泥砖，这个不知道是外边运进来的还是自己那个在这里做的呢？大概有好几家人哦，应该估计都有10家人。这上边人多，上来玩一下。找香友来了，吃饭没到？还没有啊？喝一杯，你们在干酒啊？干酒了啊！咦，大清早的来整酒啊？你们喝，我不喝酒。我不喝，不喝，真不喝。只特3月3的。3月3。是啊，农历3月3要杀鸡杀猪的。耶，那你们是大干了？大干了。今天是农历的3月3。他们几家人在那打火啊，然后在那里喝酒，在那里划拳。哎呀，我就不好拍了，我到这个江边去看一看。大家看到他们上面的房子呢，都是用水泥砖砌的，看到没有？这里就有砖。那他们这个水泥砖呢，是通过船只运到这个乌江的边上啊，然后从这里呢背上去的。我身后这里有几条小船呢，就是他们村民出行的一个工具。这个乌江的江面现在的宽度大概是100多米，然后这个深度呢也是100多米。以前呀，这个江边呢还住有10几户人家，也就是说，这个悬崖峭壁之下呢，总的住有38户人家。这个江水蓄出来之后呢，江边的人就搬走了。这个下边居住的呢，都是苗族同胞啊，祖祖辈辈在这里居住已经有100多年了。这边有个奶奶在吃饭，我们看看她听不听得懂我说话呀？养了好多的鸡仔。奶奶，你听得懂我说话吗？听不到。你一个人在家呀？年轻些4年，年轻些在家嘞。在家里哈。你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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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管我。嗯，好。身体不太好。啊，身体不好。哦。身体不好，哎呦。你们在这边住了好多年了吧？住了，我这来的40多年了。你都来这边40多年了。哦。以前家也有几家。以前只有几家。啊，以前有几家。哦。现在要出去都是坐船哈。哎呦，我们这个在海平里了，要去搞一个农场，也要爬一大坡，那要下一大坡。我看你有点渴呀哈。这个拿给你吃下，你身体也不好啊，这个吃了还好的。我身体不好啊。这是天麻，你认得到吧？你第2天要吃的话，你头天拿来把它用烧开水把它泡起来，泡3盖就行了。炖鸡吃啊？对，拿炖鸡吃。他们几个人还在那里喊拳，还在那里喝酒。我感觉他们苗族人喝酒真的厉害，还在喝。他们喝的正欢，我也不去打扰了，我慢慢走了。走喽！我不要落我这上了，我走了，你慢慢的喝啊，走嘞。如果我有2个人一起的话，我就可以跟他们干，对不对？但是你说我一个人怎么弄啊？没有办法跟他们这个划拳呀、喝酒啊啥的。这个地方的环境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以前呢，咱们管这个叫与世隔绝，现在呢，咱们把它称作世外桃源。刚才那个奶奶呢，也跟我们聊过啊，以前呢，这个江水啊没有填出来，不太好行船啊。没有行船的时候呢，他们真的是要从这个崖壁上翻到那边镇上去赶集，大概来回的话得6、7个小时的时间吧。现在呢就要方便很多，可以从江边坐船，然后到前边去。当然，他们如果说不坐车，要步行的话，还是走这里去赶集呢，更加近一些。这个上边呢就有公路。目测中间他们居住的这一片地方呢，大概有200-300亩的样子吧。这个土地森林资源还是比较广的。从这个地方开始啊，一直到这个黔西那边这一整段呢，就被称作百里乌江画廊。这个崖壁的中间呢，有一个断裂带，这个断裂带上呢，就长了一排的这个植被。这一些断裂带的植被啊，就像一条绿色的腰带缠绕在崖壁之间，加上这个崖壁上的这些花纹的点缀啊，就形成了一幅山水画。所以说这个地方被称为百里乌江画廊呢，也是名不虚传。我觉得这个地方啊，其实是可以开发乡村旅游的。你可以来爬这个崖壁啊，你也可以坐船，在这个村子里边呢做一些项目，对吧？大家来这里有的玩的，有的吃的，我相信有很多人会愿意到这里来耍的。好了，朋友们，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啊。今天呢，我在绥阳这边的一个深山里边。那么刚才我们一行人呢，沿着这个峡谷进来呢，在这里边有一个山洞。当地的一个兄弟呢，跟我们一起的哈，据他讲呢，这个洞穿进去可以钻好多个小时都出不来。我们现在呢，就一起进去看一下这个洞里面有什么样的奇异景观哈。我们顺着这个峡谷上来呢，步行呢大概有半个多小时、1个小时啊。现在呢已经到达这个洞口。那么这边呢也是整体可能需要进行开发的，但是目前像这些洞呢是没有开发的。他们一行人呢已经在下边团聚了哈，有7、8个人吧。大家可以看看，我们总共有7、8个人，总共有7、8个人一起到里边来探洞哈。你们看这里这一堆石头，实际上就是这个上面掉下来的。这里有个整个缺口，看到没有？我感觉这里就像以前的一条河。这个是一条大裂缝啊，看一看，整个是一条大裂缝裂上去的。地下裂缝。母亲节从10月号开始钻了1个月。呀，他们想弄啊？有好多人哇！他们在搞考察的。搞考察钻1个月。考察准备开发访问路这几个大项目，后面跟政府谈没谈成。
哦，这地方名为地心世界。我等一下在这里练九阳神功。5年，1公里路都不到。最精彩的地方你不去的话，都不回来。那你来干嘛？最精彩的地方都不去。我们几个走到这里就不走啊，然后回去那天说最精彩的在前面就到了。这个在洞里面都有上坡下坡，山一样嘛，真的就是跟外面差不多。山有水位。水啊，上面有风真的，就是都有风声啊。这个地方是从崖顶滴下来的水，看一看。哎呦，我们到了洞中的第一个景观啊，18罗汉。你真的交叉点看到没有？上面看老人。哦，对，上一个老师。可以吗？你在等着，要么你在等着去，你坐着等。你那个灯好闪呐！对啊。你那个能泡几个小时啊？这一根柱子顶着上面，不顶的话，它塌下来了。看到没有？这一根棒子把上面整座岩石顶住，不然这地方早塌了。哎呦我去，这么漂亮的！越走越漂亮，更漂亮。天哪，水晶石，发光的。我告诉你，这地上都是。这往里边走，越走越漂亮。这下面都是钟乳石，透明的，这地下。地底下都是吧？这感觉像打的水泥地一样，实际上不是吧？我们可以看到地上这一滴的疙疙瘩瘩的，都是顶上滴下来的。蘑菇。耶！你们这里注意啊，这里有一个水的哈，不要一脚踩进去喽。要是把它放大1000倍，多漂亮！嗯，对。你不要在这里面接到电话，吓死人喽！第3世界的人打的。大家有没有看现在我前方这个洞的形状，有点像那个电影里面的虫洞这种感觉是吧？整个看去非常的形象，边上都全是这种疙疙瘩瘩的，然后呢，它有一个洞一直通向远方，看到没有？就像那种电影里面演的那种虫洞的那种感觉啊，特别的震撼。看，特别形象吧，就像我说的这种虫洞、黑洞的这种感觉。我勒个天哪！前方有美景。OK。啊！我的天！这里是不是有人就想把它装回家？全是水晶，太漂亮了！你们看看，直接发光的这种水晶石。这个像这一排都是。像个小假山，这个好好看。这也太美了，这像伸出来的一只龙爪。这个镜子。这个像小指头一样的。哎呦，可惜这两个被人家破坏了，这两个。是人家破坏的吗？哇，太漂亮了，这里面。这种人家都想着看能不能移回家，放在这里当假山。这个像什么？是不是？像牛角啊！哇，这一片你们看看。像牛
牛角的感觉。哇，这个怎么这么多人啊？你们不知道这个洞有30多公里，不止哦。这个洞总长有300多公里，然后可以穿到另外的地方100多个岔洞，所以你们在这里面玩耍都要小心一点哦，别走迷路了。装备就要齐全。你看我们这么多人的话，都一路在留下痕迹啊，不然找不到路的。哇，前方太美了！哇，漂亮漂亮漂亮！哎呀！哈哈哈哈哈！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地方呢？太漂亮喽，各位哟！等一下，你们光说漂亮，脑壳装个包就好了。哇塞，这里完全是东西。你看一下，这上面像双洞的。哇！结冰了，零下40度。哎呀，我都跟你们说我要在这里面练一下功，这都舍不得离开了。真的零下40度才有这样。你说，哎，这山洞里面结冰了，你说这个是冰吗？是冰。我想。哈哈哈哈哈！怎么会是冰呢？这是。哇，为什么？这个不是冰，这个是冰雕。对。哇塞，你看，像盐。这种东西要拍微观特效。咸不咸？看着像盐。这个肯定不像的。哇塞，这里。天哪！天哪！世界自然奇观。哎呦！在这里离不开脚了。不想走的，走到这里。这都像，这个有没有像这个猪肝？这一坨有没有像猪身上的那个猪肝的感觉？对。哇，是从水里面爬上去的，好漂亮。这个简直就是地下龙宫啊！你们看一看，错综复杂，全部是这种冰雕。我们拍摄，我们在电影上看到的龙宫，也不见得有这个漂亮吧？哎呦，我的个天呐！天呐，太漂亮了！哇！哦！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深山里边啊，然后看到我这里没有？身后有一条小道，一直到这个前面去。前边呢就是湘江河的河边，里边应该住有1、2户人家哈。我们进去看一下，可能就是一片世外桃源哦。因为我知道这个湘江河呢，就是在这个山背后啊，非常漂亮的一条河流啊。那右边这里种的是水稻，左边呢种的是玉米。它干嘛不全部种玉米呢？我看这个水流还是挺大的呀。不过你按这个收成来讲的话，其实现在种玉米跟水稻是差不多的。种水稻呢，可能还更麻烦一点啊，因为大家看现在这个玉米呢，好多年前呢就种植了这个宽窄行。那而且种的比较密，那1亩地的玉米呢，可能也能够产个1000多斤，但是水稻呢，只能产几百斤啊。我现在行走在山间小道哈，大家静静的听，除了这个有点水流声，就是鸟叫声啊，还有我的脚步声。大家看看，这里就2户人家，这里1户，这里1户，看到没有？这个环境，哇！刚走到这里，那一家就好几个狗，我的个天哪，吓死人不？你看，这么远就有狗在那叫，好几个。
我目测一下3、4个吧，就在那门口。我天，这边有好几个，吓死我了，不敢去啊。然后我就在这里放一下无人机看一下情况啊。这里起码2、3个狗，那边起码有4个，我眼睛都看到起码有4个，太吓人了。看到没有，朋友们，这里一户人家，这边一户人家，这里就2户人家，有没有感觉这里像世外桃源一样？但是那家的狗太多了，我那个天呐，无人机飞过去那么多狗，我根本就不敢靠近。然后无人机飞过去之后，发现那个也没有主人家在房间那里，然后我周围巡查了一下也没看到人，根本不敢过去啊，狗太多了，只能让你们这个空中欣赏一下，我得走了。你看离这么远，那个狗几个狗哐哐就叫起来了，太吓人了啊！耶，这个房子是怎么回事啊？被烧了吗？耶，这里这个是啷个的啊？这个房子啷个的？烧了哟！哎，我这甩了，啷个非得烧了？电烧了？这个被他电到人也要不然全部走了。人都没走多。全部走了。还好全部走了。他在对呀。你了？哦。估计了，这把小东西又让他舅生气，快求了。哎，那个房子烧了哪干呢？干了。天火不乱烧，人不乱烧，这个在哦，安逸跟干了这个。现在都好，有政府要体贴下的噻。他补贴2万块钱了。啊，那你自己找啊，我不抽啊，谢谢，我不抽啊。这烧完了都这些，半夜烧的哦。不是8天前。8天家，当地没来灭火啊？来了他来人。好好如果倒地就来。哦，买房子遭买房子遭不住烧。电的好早就嘛，续了头就开球了。你这个烧的真的棒棒都全部烧没得了。那你这个现在马上修房子啊？就这样修啊？哦，还要修买房子吗？修短房的呢？
你可以直接喊他，直接搞个搬迁名啊，啥可以搞吧？直接喊我去搞。那你可以开噻。你直接帮办的居民，帮我办的低保我觉得又应该去嘞。年轻人认识老年人。不看老年人可以到那住去。豆蛋，你干点不少啊？都是一起的哈。我们那户口是多年后的。破开的，等于你捐两个人的户口是吧？有些人嘛，比如有些人他破开了的，有些人不有头他又没觉意。那你自己修还要花不少钱，他这些花后来好几万。他不2万呢，不2万自己也要贴几万哈。保险公司不得2万多。保险公司都不得2万多。我交保险了。你交保险的哦？你这还有先见之明嘛？你还少见的，说农村的房子还交保险的话。哦，村里面交的哦。政府贴2万呢，然后保险公司2万多啊，也差不多哈。也4万多块钱呢，我自己投人工啊，也差不多搞得起来了，搞2、3个。搞不起啊！你说我机器的少弄多啊，机器的50万多，保险公司来。哦，机器还有你在那搞啷个的机器啊？打包过的哈。你现在要把这个地基桥嘛挖矮点之后才搞起起来。啊。哦。啊，几个杨子都来回来外边了，没有卷呢？卷都给他烧完了。啊，现在真的是国家政策好，说老实话。不是政策好，这真的恼火。真的，现在真的站在政府的政策好，不是开玩笑。我政府对农村真的是那些样子。我们搬迁我办成低保我都不去。是了嘛，人家弄好的弄优待的政策你都不去。那个房子啊，你房子买的话要找要找几十万的。几十万已经完全收尽了，地盘了我来知道。地盘要挖。 3年土地要全部被收完。3平土地暂时收不到噻。暂时收不到，我30几亩哎。你有30几亩地哈？30几亩的，我133亩。哦。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务川县的龙潭古寨，这里呢是一个4A 级的这个古寨子。外面呢咱们就不说了，我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寨子的核心部分，也就是说最古老的部分。那么龙潭古寨呢，它有700多年的建寨历史了，也被称为这个阁老之源，也就是最古老的阁老族居住的地方。里面应该有很多神秘的地方啊，我们带大家一起进去看一看。这里呢就是龙潭古寨的大朝门啊，这也是最古老的一个朝门，可能后来这个加固了啊，看起来呢就现代感比较足一点，但是它上面这些呢应该是最古老的，好几百年了。那么龙潭古寨里面呢，它主要都是这个木质的建筑，包括一些3合头的这个木质建筑，有4合院，那么还有这种全部是石头砌的这种巷道啊，看起来这种古朴感十足，非常的漂亮。这边呢就是一个2边石墙砌起来的一个巷道啊，那么里面左边右边呢，他们都是有房子的，可能这个石头巷道呢，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建造的这种讲究吧。那么今天就要来带你们看一看龙潭古寨建寨700年了，最古老的房子是什么样的。哇，确实不太一样哈。那么走到这个房子跟前呢，你看它的这个院墙啊，都是高高的垒起，看到没有？整个房子的这个周围啊，都是这样的高石墙啊垒起来的。那我们走到这个墙边上，我们会看到这里有2个孔洞，大家注意看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墙啊，它目测呢有3米多高啊，3米多高，但是呢它可能以前有可能还不止这么高啊。像这些地方的话就垮了一些缺口，你像这个地方的话，它是向外眺望的一个孔洞。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周边的房子，所有的房子的这个围墙啊，它都没有这个围墙建得高，这个比较不一样哈，真的不一样哈。它这个最古老的
房子还是不一样。这边呢是一道进寨子的门啊，这上面呢写有一些文字啊，你们可以看看。那我们进寨门来看看吧。哇，这就是佟老族最古老的房子，我们进来看一看。那么它这边呢有一个，刚才有一个眺望的一个孔洞，我们到这儿看一看它这个地方是怎么建造的。你看这个墙啊，它都是建的这个双墙，这个整个墙的厚度都是差不多1.5米到2米啊，所以非常非常的结实。这个地方你看，我们从外面看进来的时候，发现怎么这么单薄，但实际上它这个地方全部有附墙，只是这个地方呢留了一个孔洞啊，我们这人呢正好可以从这个孔洞呢向外进行观察。如果说外面有任何的一个风吹草动啊，有什么问题啊，都是可以从这个地方往外看的。我感觉呢，可能在很多年以前土匪盛行的时代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它除了是一个眺望孔之外呢，它有可能还是一个射击孔。你看我们外墙看着就很高，它这个内墙的话就稍微矮一点。这个房子啊，就是龙潭古寨这边最古老的房子之一啊，也不能说它最古老，应该是之一。我感觉太牛了哈，几百年前就有这么好的工艺，特别牛叉。700年前是什么年代？哎，老人家吃饭没到？没有啊。哦，这里就是担保哈。这个是佟老族最古老的这个房子之一吗？啊。那你贵姓啊？姓申。姓申。那你是这个寨子的，就是这个寨子的后人吗？哦，我们就是主人。你们就是主人。这个房子有多少年了呀？几百年了，大概几百年？台湾那边他是有700多年。700多年。看那个人有花纹。哦，说了700多年就是这个房子哈。那不然你们呢？我啊，我正义呢。没来过啊。没来过，第一次啊。你一个人在家里面吗？你一个人在家吗？有孙子。哦，有孙子在家哈。你们是最早来这点的吗？就是你们家族的话。就是我们自己的，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祖祖辈辈都在这里，就是爷子都在这里。就是其他的房子的这个院墙啊，都没得弄个高的，你这个房子弄个高。过去有土匪的墙哦。哦，主要是防土匪哈。像外边那些空空的话，主要是看往外面看射击那些是吧？是站岗，就搬了人到这个站岗放射啊。直接有人在里面站岗。那时候你们的家族应该还挺强大哈。我们祖祖辈辈他是做朱砂生意啊，做朱砂生意。那个东西是不是以前很值钱？啊，以前值钱啊。哦。解放的就是在站岗放射也解放人都挺记住啊，这些用后子不有噻。就是帮你们站岗的人后来都是地主。解放人都是地主的。刚才那个叔叔跟我们讲嘛，他们这个房子呢，就是有700多年了。那他是怎么确定有700多年呢？其实他们也不知道哈。说是一个专门研究这种窗花雕花的人来看了这样的花纹呢，来确定的，可能有700多年了。我也不懂这个。反正这个房子呢，看去确实是非常古老。你们要想一下哈，700年前能够修这样的房子，那绝对是大家族。那么这个叔叔也讲了，那个时候啊，他们是做这个朱砂生意的，也就是祖上是做朱砂生意的。叫他们去当县长，他都不愿意去当，来做这个，一直要在这个家里做这个生意。你们可以想一下这个生意多赚钱，就是帮他们站岗。啊，在这里放哨站岗的，就是晚上都不睡觉的啊，就在这个地方呢站岗防土匪。这些人后来都什么？站岗的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地主。你可以想象一下多有钱啊！那个时候真的是富豪。
在700年前，很多人都还在住窑子、住山洞的情况下，你看他们就有了这么大的一个3合院、4合院的这个房子，太牛了，而且是2层的。700年前是什么概念，朋友们？元朝。元朝距今的话就是700年前。当然，这些院落、这些很多东西呢，可能是明清时期慢慢的加建的，但是它这里面呢，一定能够找到700年前就是元朝时期的一些古老的东西。毕竟这个地方呢，被称作阁老之源，也就是说，最早的阁老族呢，它就起源于龙潭古寨这个地方。在四川宜宾发现了多达几十处的悬棺墓葬群，据说这些悬棺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民族博人所放。这个民族呢，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那么古代博人他为何要历尽千辛万苦把棺材放在这悬崖峭壁之上，而博人这个古老的民族又是如何消失的呢？大家好，现在我在四川宜宾珙县的落表乡。古代的丧葬模式啊，分为火葬、土葬、水葬、洞葬，甚至有塔葬、天葬等等等等。但是最为奇特呢，还是悬棺葬。就像我身后这些古博人的悬棺放在这个悬崖峭壁之上，这里就是被称为千年未解之谜的宜宾博人悬棺。他们被放置在这里，距今最早可达2000年。这些棺木自上而下排列的整齐有序，最高处距离地面可达100米。这么高的高度，在1000年前尚不发达的年代，人们攀登上去都非常困难，更不要说要把一口几百斤重的棺木放上去。那么这些棺木里面到底葬的是谁，又是怎么放上去的呢？为何又要采取这么奇特的丧葬方式？首先呀，这些棺材里的主人啊是博人这个民族，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既不知来历也不知去向的神秘古老民族。他们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2500年前。据史料记载，西周时期他们还参与了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建立功勋。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在四川宜宾一带建立了自己的伯侯国。他们在这里生活近2000多年的时间，然后突然间就消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悬棺，就是博人曾经在历史长河中存在过的证明。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的悬棺呢，都是在悬崖峭壁上打孔，然后把这个棺材呢放置在这些木架之上。但是也有一些悬棺呢，它是直接把这个悬崖峭壁抠出像悬棺这么大的一个空间，把悬棺放在里边的。这两种呢，有着截然不同的这种方式。像这种直接抠出一个悬棺的位置放进去的这种呢，可能放1000年甚至10000年呢，它都有可能存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打木桩的这些悬棺呢，有一些早就掉下来了，现在呢只是看到的一少部分啊。那这两种不同的方式，是不是也能够分辨得出来哪个的身份地位更高一些呢？这里呢就是悬棺葬比较集中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头顶上这里啊，有很多的木桩打在悬崖峭壁上，包括那些棺材呢，就是悬空的放在那些木桩上边。像我头顶这里的话，还有一个非常奇特的这种形式，就是它整个上边呢是一个大岩石的盖板，然后这个悬棺呢是放在这个盖板的下方呢。我都不知道这上边这个悬棺啊，它在远古时代的时候它是如何去施工的。那么远古时期的博人为何要用匪夷所思的悬棺葬，既耗时又费力呢？相传呀，有一个传说，说在三国时期啊，诸葛亮南征平定滇黔的途中呢，遇到了博人的阻挡。传言博人善于飞檐走壁，能征善战，在悬崖峭壁之间来回穿梭呀，如履平地，不好对付。诸葛亮知道对付博人只能智取，不能力敌。通晓天文地理的诸葛亮当时看到博人啊正在经受旱灾，于是心生一计，他就放话说，博人之所以遭受旱灾呀，是因为祖坟的风水不好。这风水不好呢，就会使得正气不彰，灾祸频发。如果要解决眼前的旱灾问题啊，需要将祖坟迁葬至高处的悬崖上，采天地之灵气，受日月之精华。这样做不仅能够让眼前的旱灾得以解决，还能确保博人后世顺利，世代富足。博人一听啊，信以为真，
觉得眼前的旱灾问题才是迫在眉睫，于是就放弃了对诸葛亮的阻挡，转而将大量的人力财力运用到了祖先的悬棺葬上。果不其然当祖先的棺材都吊上去的时候呢，天降甘霖，顿时呢解决了旱灾的问题。于是他们就将这种丧葬方式延续了近1000年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棺材边上还有一些图案，这个呢或许就是古柏人的文字，用一些图案或者说动物来代替他们想要传达的某种思想。那么这些重达几百斤重的棺木到底是怎么运上去的呢？民间有很多的说法，其中可能最接近真相的应该就是绞车说，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滑轮杠杆，在悬崖上方安装一个固定的滑轮装置，利用滑轮杠杆转动绞车而移送棺木。但这都是现代人的一种猜测，具体当时是怎么操作的呢，也是不得而知。那柏人又是如何消失的呢？传说在明朝时期，柏人为了生存发展，争取民族自由平等，与明朝发生了10多次的战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由于他们英勇善战，敢于牺牲，也击败了明朝10次的征剿。公元1465年，柏人的势力得到了扩张，起义袭击江安、合江等9县。明朝再次派兵讨伐，此时柏人光是被擒获和斩杀的寨主就达270位之多。致使柏人大悲大怒，更加增添了新仇旧恨。于是他们便到贵州总兵处诈降。等指挥出来相迎的时候柏人佛兵四起，5000余官兵被他们杀害。柏人趁势进军，沿江之南顺流而下，直抵江安、合江，如履平地势如破竹。对于这一点要说明一下，有人说是朝廷诈招屠杀柏人引起的仇恨，有人说是柏人诈降屠杀官兵引起的仇恨，到底是哪一种呢？还真是没人说得清楚。因为历史都是由血写成的，江山都是以百骨堆成的。后来明朝集云贵川3省之兵力围剿柏人，最终柏人惨败，被灭殆尽。最后剩下的柏人深刻的知道朝廷也不会放过他们，纷纷的便远走他乡，隐姓埋名。至此柏人便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